是小米，今天来跟你们分享的是这些8款开价粉底的评比总整理。那我知道其实还蛮多人期待这支影片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因为我希望自己亲自试用过，然后上妆出门。另外，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干性肤质嘛，所以我也上网查了一下跟我不同肤质人对同一款粉底的心得。那针对每一款的可能持妆度、遮瑕度、保湿度，还有适合的肤质，做一个综合的总整理。所以呢，你目前如果有开价粉底的需求的话，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那在开始介绍粉底之前，我先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要怎么挑选适合自己的粉底的颜色。那我们一般可能试色会试在手背上为主，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会建议你们试在这个区块，就是脸跟脖子的交界处。那如果你直接试在脸颊上，可能会容易选到太白的颜色。那如果你是在脖子上，可能又有点太深，所以这个交界处呢，让你的脸跟脖子色差不要太大，会是最容易挑到适合自己的色号的。那我们在挑粉底的时候呢，它通常会有3种色调。O 开头的话呢，会是比较偏黄一点的色调，然后 P 开头的话是比较偏粉偏红的色调，那 B 开头就是属于中间值比较偏米色调。数字的部分通常越小，譬如说01跟03比，01就是会比较白，03就是会比较深，所以你可以去根据数字去挑选你适合的肤色的深浅。那开价粉底有一些不一定会以这种方式去标示，它可能直接就是写 vanilla、写 beige 去分辨它的色号。那这时候你可能就要直接去试色会比较准。那你要怎么去判断你的肤色本身是偏红还是偏黄的呢？很简单，就是你照镜子看看你的皮肤，如果你的皮肤呢是属于比较薄，然后血管很容易透出来，或者是你有时候会有泛红过敏的人呢，你就比较适合挑选 P 开头粉色调的粉底。那如果你本身皮肤比较稍微厚一点，或者是你有蜡黄、暗沉，甚至你是健康肤色的人，都比较适合选择偏 O 开头的偏黄色调的粉底。那 B 开头就是比较属于中间值，可能同一款粉底，它们色号是一模一样的，可是因为每一款的粉底的颜色还是稍微会有一点点色差，所以很多人问我粉底的时候，我都会建议你们说，还是要直接去试色，试到自己最适合的肤色会比较准确。OK， 那我们就从第一款粉底开始。那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ZA 的美白焕颜聚光粉底液。这瓶它的设计是这种瘦长的玻璃瓶装，然后颜色总共有出6个颜色。以开价来说，我觉得算是色号选择还蛮多的。那我选的色号是 OC20，是比较属于自然跟白皙中间的这个肤色。那它的成分呢，它是有说有含美白成分，然后还有维他命 C 跟 E。那我觉得美白效果呢，大家可以参考就好。就是你如果真的实际想要让你的皮肤变白变亮的话，还是使用保养品来做加强会比较有效。那质地的话，给大家看一下，它挤出来呢，就是感觉就是很保湿，那延展性也还蛮足够的。我觉得用粉底刷或者是海绵上妆都还蛮适合。然后它推开也不会觉得很干，就是非常保湿的一款粉底，然后会有微微的光泽。那遮瑕度的话呢，我觉得算中等，就是它可以遮住你的一些斑点跟毛孔，大概7到8成。但是如果你是比较深的黑眼圈或者是痘疤的话，就遮不住，就是需要另外用遮瑕来去盖它。那持妆度的话，以我干性肌肤来说，我之前在大概30度的夏天出门持妆是可以维持6到8小时，不太会脱妆，也不太需要用蜜粉来上妆。那它的防晒系数呢是 SPF 25 PA 2个加，所以说你还是需要先上一点防晒做打底，然后再上这款粉底液。保湿度的话呢，我觉得它这瓶保湿度非常的优秀，就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主打比较光泽感的底妆，所以呢，如果你是干性肌肤的人或者是中性肌肤的人，我觉得都还蛮适合这款粉底的。那如果你是混合性或是油性肌，在夏天使用就需要蜜粉来或是粉饼来做定妆。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这款粉底呀，你去试色的时候，你一试色大概过了1到2分钟，跟一上色的那个颜色会有一点点色差。所以如果你在去试那个开价美妆店试色的时候，你可以先上
就是试在手上或是脸上，然后逛一下，过一阵子再去看那个颜色跟你的皮肤是不是最适合的，那你才可以挑到最适合你自己的颜色。那它特别有强调就是有做抗过敏的测试，网络上有些人还是会说他们还是会有一点点致粉刺，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可能大家就要自己做斟酌。我自己使用下来是没有过敏现象，也没有致粉刺的情形产生。再来第二支粉底是这个恋爱魔镜水感透颜精华，那它总共有出2个色号，自然跟明亮。那我选的是 LB 明亮肤色。那它的包装呢，我觉得就是维持恋爱魔镜一贯的，就是很梦幻啊少女心的风格，也是所有里面就是最粉嫩、最特别的包装。那它的成分呢是属于比较精华型的粉底，它里面有添加了化妆水精华，所以它的滋润跟保湿效果会比较好一点。那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我觉得它的质地还蛮特别，挤出来看起来像是正常的粉底液，对不对？但是它抹开来就会化作有点水状，然后非常的好推开。那因为我觉得它这种有点偏凝胶状的粉底啊，你用海绵上妆可能会比较容易把粉底吃掉，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以直接用手或者是用粉底刷，比较不会去吸粉底的粉底刷来上妆，它的妆效会比较明显。那遮瑕度的部分呢，我觉得是中等偏上。那很多人可能用过它之前另外一款肤色的粉底，就是包装一模一样，但是是裸肤色的。那这2款的差别呢，第一个最大的是防晒系数，之前那款是做SPF 30，那这款有做到50，所以它的防晒系数非常高，很适合在夏天使用。那再来就是控油效果呢，这款会比之前裸肤色那款好。那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有去查了屈臣氏的官网，发现呢，肤色那款是分类在粉底液，那这款是分类在防晒隔离，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款他们想要主打的是给同时有防晒跟隔离打底粉底综合的这种效果的人可以使用，就是等于你妆前保养之后擦了这瓶就可以直接出门了，因为它防晒系数够高嘛。那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你还是可以擦一些比较清爽的防晒，然后再上这个，所以它是属于方便性比较高的一款粉底。那我觉得它另外值得称许的是它的保湿度真的非常的优秀。那可是呢，我在夏天使用却不会因为它的保湿度很高，觉得很滋润，需要做定妆。我自己是不需要，连夏天都不需要定妆，然后上这个就是它可以维持还不错的持妆度。适合肤质的话呢，我觉得混合性跟油性还是需要做定妆。那干性肤质因为它保湿度很够，所以是绝对适合这款粉底的。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这支粉底我是在日本买的，结果我发现日本的价格比台湾打折后的价格还贵，所以如果你要去日本，其实不用囤这支，在台湾美妆店买就可以买到很便宜的价格了。再来第3款粉底是这个露华浓的 Color Stay 超持色清透粉底液，这瓶也算是开价粉底的热门选择之一，就是它出了已经大概2-3年之久了，但是它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很多人会推荐的粉底液。那它总共有出3个颜色，那我选的是220，因为我觉得它整个系列肤色偏粉跟偏白，所以我选了比较自然肤色的色调，会比较适合我。那包装呢，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中规中矩的玻璃瓶包装，没有特别的特色，就是很安全这样子。那成分呢，它是主打长效保鲜科技，因为它是主打持色跟持妆效果好嘛，但是因为它有添加了植物精粹，然后还有可以让你有效抑制一些皮脂分泌的一些成分，所以它等于是同时保湿，但是还有控油。那给大家看一下质地的部分，我觉得这款粉底呢，它刚挤出来啊，你会觉得还蛮粘稠，密度很高，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它算是还蛮好推开的，不会因为它很粘稠啊，就是会干干的，或者是容易有粉痕，这是我觉得它很棒的一个优点。那遮瑕度的部分呢，我觉得这一瓶比刚前面的都还要表现的还要更优秀，就是它是可以盖掉脸上大部分的瑕疵。那我自己比较严重的黑眼圈，其实大概盖个2层，然后到3层，轻轻的少量多次叠擦，其实黑眼圈就可以遮掉大半了，不需要特别再做遮瑕的部分。那持妆度呢，
就没话说啦，因为这一瓶本来就是主打24小时不脱妆，但我觉得一般人是不会上妆到那么久啦。但我自己实际在夏天使用过，它的持妆效果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再来防晒系数呢，它是做 SPF 15，就是很基本的防晒系数，所以它虽然上面有特别强调说你可以不需要上妆前乳或是打底隔离，你就可以直接上这款粉底，但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然后干性肤质呢还是要做好妆前保养再上这瓶。因为我自己在夏天使用呢，我觉得夏天干性肤质是 OK 的，但是像最近秋天或者是即将到来的冬天，干性肤质用这瓶可能就会稍显干一点，所以你要做好加强保湿，上这瓶才不会容易脱妆。然后这个系列的肤色呢，色号会偏粉一点点，所以你们在选的时候记得要去挑选比较适合自己的色号。接下来第4款是妙巴黎果然星激光粉底液。那这款粉底呢，它总共有出3个色号，就是51、52、53。那我挑的是中间的52号粉肤色，它上面是写 Vanilla， 就是比较香草的颜色。那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它也是玻璃瓶的设计，然后红色的按压头，那很容易跟它同品牌另外一款红色盖子的果然美肌搞混。那大家就记得透明盖子的就是果然星肌，红色盖子就是果然美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名字要取那么像，但是它们的妆感其实差别没有到非常非常大，主要差别可能就是这一款的遮瑕度会比那款好一点点。那质地的部分给大家看一下，它是比较滋润一点的乳霜状质地，然后我觉得它的亲肤性非常好，也算好推开。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它有一个淡淡的水蜜桃香味，我觉得闻起来还蛮疗愈的。但是如果你本身不是很喜欢彩妆品味道很重的人，你可能闻久了会觉得这个味道会有一点点太多。那遮瑕度的部分呢，我觉得是中等偏上。然后我前面有说嘛，就是它比另外一款红色盖子的果然美肌好。那我会建议，如果你买这款的话，你会用刷具上妆会比海绵好，因为它的乳霜质地海绵会吸掉太多的粉底。那你用刷具的话呢，你会有比较好的遮瑕度。再来持妆度呢，我觉得它持妆度是非常优秀的，它是主打16小时不脱妆。那我自己实际使用呢，我觉得它的持妆效果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就算在夏天，我可能稍微一点点蜜粉，就是稍微定妆就 OK 了。那冬天干性肌肤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如果你怕干的话，你就是做好妆前保湿。那我觉得这款会比较适合给中性干性肤质，就是你整体的适合度会比较高。但是如果你是混合性跟油性肌，你可能它的控油效果没有到非常非常强，你可能就需要做定妆的部分。不过因为我自己是干性肌肤嘛，所以我自己目前最爱用的开架粉底应该是这一款妙巴黎的粉底液。那我今天上的底妆也是这个，我觉得它整体上妆的效果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它的妆感的。但是呢，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你本身是肤色比较白的人呢，这款系列你可能挑不到适合你的色号，因为它最白的颜色对于皮肤真的很白皙的人来说还是会太黑太深。然后再来就是它有些人会说擦了它会有暗沉的感觉，我自己用下来我是觉得还好，没有很明显就是暗沉。你可以去试一下，跟像我说试在这边，那你出去待一整天做判断，你如果觉得暗沉，那你就不要买。那如果你跟我一样觉得还好，很喜欢它的妆感的话，我觉得就可以买这一瓶。接下来第5款粉底是这个 Kate 的无痕美颜粉底液，这瓶也是开价蛮热门的粉底之一。然后呢，它的色号有出到6款，我觉得选择还算蛮多的。然后这一瓶我自己在买的时候是所有开价粉里面挑色号挑最久的，因为它就像我前面有提到，它的色号就是根据 P 啊、O 啊、B 那种开头跟01、02去做它的色号的差别。然后呢，我觉得如果你要买这款粉底的话，你一定要亲自到柜上去试色，因为它的颜色的差别有一些不会到非常大，像我这种属于中间偏白肤色就会有一点点难挑。那最后我挑的色号是 OCC， 是稍微有一点点偏黄，但是我自己用起来是感觉是最自然最好看的妆感。然后这系列呢，除了 P 开头粉肤色那一款是比较偏粉色调呢，其他都会偏黄一点点。所以我前面提到，如果你本身是比较暗沉蜡黄肤色的话，应该会蛮适合这个系列的粉底。它成分呢，是因为它是主打
比较雾面妆感，所以它会加了美容液，让你的皮肤不会那么容易干燥，然后是没有添加香料的。那我觉得这个外形呢是里面最普通的一款，就是它就是塑胶瓶身，质感就是很一般般，但是优点就是因为它是塑胶瓶身，所以携带起来会比较方便。所以如果你出去玩的话，带这个会比带玻璃瓶的那些粉底液还来得要轻巧。那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它挤出来瞬间你会感觉它好像蛮保湿，跟一般粉底液差不多。但它的特色呢，就是主打你推开来之后啊，15秒就会化作粉状，因为它的油剂会挥发，然后跟皮肤就是做融合氧化，变成一个比较蜜粉的那种感觉。然后它就会慢慢从亮面的光泽变成雾面的妆感。那我觉得这款粉底它的遮瑕度非常好，我自己用的话不太需要做遮瑕。那持妆度呢也非常的好，就是如果我在夏天啊很热天气流汗什么的，它其实不太会掉妆。那它也有防水的效果。那如果你是混合跟油性肌，夏天不是很容易出油吗？很多人说这一款出油之后是好看的出油，就是它会变成有点奶油肌的感觉，而不是让你妆会这样一块一块的掉下来，变得很丑。所以呢，我觉得它比较适合给混合肌或是油性肌的肤质使用。那很多人，因为我之前有分享影片，有用过这款打底，那很多人会说，我干性肤质用起来不会太干吗？在夏天我觉得是 OK 的，就是那种很热容易流汗的夏天。但是如果在秋冬的话呢，这款对干性肤质来说就会太干。那再来，我要特别跟大家提醒的是，这一款因为它本身是比较就是粘稠的那种妆感，因为它会变成粉雾状的那种质地嘛。那你记得在上妆的时候，你要选择粉底刷的刷毛是比较密度比较高的。如果你选的比较松的话，就比较容易有粉痕的产生。记得它的推开的速度要稍微快一点，不然它就会容易一样是会有粉痕的效果。接下来进行到第6款粉底是这个 Maybelline 的梦幻奇迹柔雾水凝粉底。那这个是比较新发行的粉底，是今年才2016年才出的。然后之前 Maybelline 邀请我分享这个柔雾塑形眉胶笔的时候，我也有同时试用这一款，我把影片放在上面，就是里面会有上这款粉底的妆效给你们参考。那他们提供给我的色号是05白皙色跟15明亮色。那这个系列呢，总共有出4个颜色，你们一样也可以到柜上去做试用。那我自己比较适合的颜色应该会是15明亮色。严格来说呢，我的肤色大概是介于最白的05跟15中间，所以我有时候会2个混在一起，让颜色更适合、更自然。那它的包装呢是比较像是牙膏那种条状设计，所以我觉得也还蛮方便携带的。那它成分呢是含有高效的含水因子，所以它跟 Kate 一样是雾面妆感，但是它却还是保有一定的保湿度。给大家看一下质地的部分，我们是15号明亮色，我觉得它质地还蛮特别，是那种 mousse 跟那种很浓稠奶油的那种质地。但是我觉得它还蛮滑顺，好推开，就是推开会有那种滑滑的感觉。那我觉得虽然这款跟刚刚 Kate 无痕粉底都是雾面妆感，但我觉得比较起来的话，这款的保湿度会比 Kate 更稍微高一点点。但妆效是还蛮类似，就是都是比较哑光的那种雾面光泽。那遮瑕度呢，我觉得算中等，没有到非常的强。就是我的黑眼圈呢是没有办法遮住的，加上我是干性肤质，那因为这是比较雾面妆感，我用的话有时候眼角这边眼周跟鼻翼会稍微有一点卡粉，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混合油性肌的话，就会比较适合这一款。那持妆效果呢，我觉得它也表现得非常的优秀。我在夏天使用，它是一整天不太会掉妆，然后它可以维持很好看的那种微雾感的妆容，因为它有就是 mousse 那种质地嘛，它跟皮肤的贴合度也很好，就是你上妆之后啊，即使我是干性肤质，我之前在夏天使用也不会觉得它好像容易浮粉或干燥。所以如果我今天想要追求雾面妆感的话， Kate 粉底跟这个我应该会选择这个胜出。那这个粉底呢，我觉得比较适合推荐给混合跟油性肌肤的人。那干性肌肤人在秋冬一样还是会太干，所以我们如果干性肌肤人想要追求雾面妆感的话，可能就是会以春夏为主，秋冬就是尽量还是做好保湿比较重要。
那刚刚介绍的6款粉底都是可以在一般开价美妆，像是屈臣氏、康是美、Sasa 之类的可以找得到。那第7款呢是这个 Etude House 的 Double Lasting 长效待肌粉底液。那这瓶呢，如果你之前有看我影片，就会知道我有做过实测影片，我会把影片放在上面，你们可以仔细看它的持妆跟妆效。那它总共有出到8款颜色，我觉得它选择非常多，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它每一个色号都没有分别写它是可能偏粉或是偏白，你只能从官网或是它实际店面去判断它的颜色。那我觉得我在官网上跟实际上试过，我觉得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色差，所以如果你想要买这款粉底的话，还是建议直接到它的店面去试用，那个颜色会比较准确。那我选的是 Beige。BEIGE Beige 这个色号。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包装，它是玻璃瓶装，我觉得是所有今天介绍里面最有质感的一个包装。那当然它的价格相对也稍微高一点点。它的成分是主打双色持妆技术，就是它可以让你的持妆效果非常的好。然后我很喜欢它的味道是，如果你有在用韩系美妆产品的话，它就是有那种韩国彩妆品的那种淡淡的香气。那一样给大家看一下质地，它质地一看就知道就是比较保湿，我才刚挤上去就有点要往下滴了。那它也是延展性非常好，然后非常好推开的一款粉底。个人呢，之前在春夏的时候也很爱用这款粉底出门，它的妆效是这样。那我觉得它上起来的妆感比较有点像是陶瓷肌的感觉，就是它不是光泽妆感，但也没有到很雾面，就是有点爱内含光的那种感觉。那它妆效其实还蛮薄透的，可是它遮瑕度却意外的好。我那时候使用啊，因为我实测是不会定妆，也不会上遮瑕，让大家直接看它的妆效嘛。结果发现我黑眼圈不太需要再另外遮，它就可以遮掉大概80%左右，所以我对它的遮瑕度表现是还蛮满意的。那持妆效果就更不用说，因为它本身就是主打持妆度嘛，所以呢，干性肌肤以我来说，我在夏天这个是可以出门一整天，持妆效果都是很好的。那如果你是混合跟油性肌的人呢，它在夏天出油的感觉，你们可以去参考，我会把商品链接放在下面资讯栏，你们可以去参考官网，它有放上上妆后8小时到24小时那种出油的感觉，不是那种会脱妆一块一块的，而是会让你的脸虽然出油，但看起来还是好看的那种掉妆的感觉。那它防晒系数有做到 SPF 34 PA 2个加，就是基本的防晒系数，所以你前面还是要做，还是要擦防晒打底。然后我这瓶啊，我是在 G Market 上买的。如果呢你会买 G Market， 就建议大家不用特别在台湾的店面买，因为它有一定的价差。但是因为 G Market 上的颜色你判断不出来，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还是试完色之后，你再决定看是要在 G Market 上买，还是直接到店面购买。然后呢，它这款粉底它有主打搭配一个粉底刷，那我会建议大家不用一定要买那个粉底刷，它没有特别厉害或者是很惊人的妆效，所以我觉得粉底刷就参考就好。好，终于进行到最后一瓶，最后一瓶是这个 Beauty Maker 的水奇肌玻尿酸粉底精华。那这个粉底精华呢，它总共有出3个颜色，白皙、自然跟健康。那因为它整体的肤色偏深，所以我最后还是挑了白皙颜色会比较适合我。所以如果你本身肤色比较白的人，这个系列可能也找不到适合你的色号。那我觉得它的外包装啊，跟 Giorgio Armani 那个丝缎粉底那个很类似，就是包装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它也是玻璃瓶身，它成分就是标榜无粉体，然后添加了10%的玻尿酸，所以它的保湿程度会非常高。那一样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因为它是粉底精华，所以它是用滴管的设计。然后你看它挤出来，就是一看就知道它非常的保湿滋润。然后擦上去呢，一开始是那种亮面光泽感，但是推开之后就会变得有一点点微雾感。我觉得妆感跟 Giorgio Armani 那一瓶还蛮像的。
那这瓶遮瑕度呢，我觉得是中等，你脸上瑕疵可以遮个6、7成，但是黑眼圈啊、痘疤那些还是要另外做遮瑕。那持妆度呢，我觉得干性肤质来说，它持妆效果算是非常好，不太容易脱妆。它是没有防晒系数的，那因为它是粉底精华嘛，所以我觉得保湿度就不用说，它的保湿度真的非常非常优秀。我自己实际在冬天用过啊，我真的非常喜欢它的那种保湿度。我只要基本的妆前保养做好，再上这瓶，它基本上就不会让我皮肤有脱妆或是干燥脱皮的情况产生，所以我秋冬会非常爱用这一瓶。那如果你是混合跟油性肌的话，我会建议你可以去选择他们家其他的控油系列，这一瓶就可能不是那么适合。但是呢，我要额外推荐一下他们家的这个粉底刷，就是它真的是 CP 值非常高的一款粉底刷。就是如果你也是喜欢用那种比较水感啊，或是粉底精华的人，这种刷具就是有点斜切面，然后面积比较大的人，非常适合拿来刷粉底精华类的粉底，或者是你可以拿来干刷，就是刷蜜粉或者是粉饼之类的，就是特别推荐一下他们家的刷具。好，那以上就是这次8款开价粉底的综合评比心得。那我知道其实还有一些很热门的粉底，像是 L'Oreal 的 BB 精华，或是 Maybelline 其他粉底液，我没有特别挑进来，原因是因为我还是以我本身的干性肤质去挑选适合的粉底，然后还有跟大众热门讨论程度比较高的一些粉底来做评比跟整理。那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次的影片，然后如果你有任何想看的其他主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或者是你跟我不同肤质，然后你有用了我这次介绍的几款粉底有不同的心得的话，都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交流意见。我会希望呢，这些影片呢是可以让大家挑选到真的适合自己的产品，然后提供有用的资讯给大家。那就这样啦，我们下次见喽！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帮我留下按个赞哦，拜拜。